你堂堂世家大少，為何非要對一個丹田破裂的廢人趕盡殺絕？廢話，這破範本非要我妹給這渣男陪葬，我不殺他留着過年。哥，你瘋了嗎？他可是男主啊！而且他心脏长在右邊，你剛才那刀根本殺不死他的。老子穿書1個月了，能不知道他心臟在右邊？剛才這一刀是放血，這叫反派的自我修養。記住，以後殺男主，活着來2刀，死了補2刀，心臟右邊補1刀，最後必須把頭砍下來分開埋。你住手！那是他父母留下的唯一遺物，你連死人的念想都要搶嗎？遺物，這叫金手指發射器。主，30年河东。哥，他嘴裡還有东西发光。小小，看好了，废材流男主嘴裡必定藏着大混蛋，只要咱們把他的药碾成粉，他就算有9條命也得交代在這兒。哥，你塞符咒幹嘛？防备有人突然降臨強行救场，一旦对方把人带走，我就引爆符咒，讓他連根頭髮都留不下。哥，你真損。這叫穩健。大少爺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此次我青雲宗保了。果然，強行救場的 NPC 出現了。在這青雲宗的地界上，本座的話就是規矩。這孩子與我有緣，你現在退去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。皇掌門，既然要講規矩，那咱們就講講規矩。本座說了，本月宗門內務由本座一人裁定，楚少爺莫非要強插一手？少爺，賬目核算好了。楚大管家，你這是何意？本座在處理宗門內務，休要胡鬧。皇掌門，咱們不談內務，談債務。念給掌門聽聽。天雲曆35年3月，青雲宗翻修主殿，因資金鏈斷來，向楚家借款10萬下品靈石。當時掌門親筆簽字，抵押物是後山那3畝地，也就是葉晨現在的住處。天雲曆36年7月，宗門採購外門弟子服飾，因庫房虧空，欠款3萬靈石。同年9月，掌門過壽，向楚家收取極品靈茶10箱，至今未付。這些都是舊賬，本座自然會還。還？你拿什麼還？拿你的緣分還嗎？楚服，念最關鍵的那筆。是，本月楚家原本要贊助的5萬靈石護宗大陣維護費，少爺剛才交代不給了。什麼？不給了？那大陣後天就要充能了。一旦靈石斷供，護陣光幕就會碎裂，山下的妖獸半個時辰就能衝進內門。不給錢，大陣就會停轉。掌門，到時候你打算用你的正義感去擋妖獸的嘴嗎？楚凡，你竟然用這種市考手段來威脅宗門，修仙之人的風骨呢？清雪師姐，你腳上那雙雲絲靴挺好看的。你提這個幹什麼？那是雲絲殘土的絲，3000靈石一雙呢，我都捨不得穿。我哥上個月剛交了贊助費，你這靴子就上腳了。穿着我哥給的保護費談風骨，師姐，你走2步我看看燒不燒腳。掌門，這人你是保還是賣？保他，楚家今天就斷供；賣他，這個月的靈石翻倍。楚少爺說笑了，本座方才只是見這弟子資質坎坷，想帶回去教育一番。既然他衝撞了少爺，那便按照楚家的意思辦。來人，叶晨冒犯金主，拔去後山聽雨残柴房面壁。没本座的命令，誰也不准給他送飯。大錘，人走了沒？回少爺，蘇師姐剛從後門離開，下山去了。把監聽音量調大，我聽聽他還要幹什麼。葉師弟，你受苦了。
楚內人行事乖張，但这正是磨礪你心境的好机会。修仙之人，当忍常人所不能忍。我给你带了些辟谷丹，你先对付几日，等掌门气消了，我再去求情。多谢师姐，今日之辱，叶辰铭记在心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他不过仗着几个臭钱，等我伤势恢复，定让他10倍偿还。碎了，老家伙还在不在里面？前辈，前辈，你醒醒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哥，他在叫谁？这屋里进贼了？在叫他的外挂，可惜外挂的信号塔刚才被我踩碎了，现在正处于服务区外。大锤，干活！楚家的走狗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瞎叫唤什么？我们少爷买下这块地了，现在要搞合法的阵法铺设，再吵算你扰民。欺人太甚！这明明是青云宗的后山，他凭什么买？凭我们少爺剛才給了王掌門5000靈石，掌門連後山這3畝地的產權證都給辦妥了，白紙黑字，城主府大印。這是清修之地，掌門絕不可能把地賣給你們。兄弟們，少爺說了，這地基必須打得深，今天通宵施工，加氈費翻倍。楚凡，我是殺你！你看，這才是反派該有的基建速度。他不是想30年河東嗎？我今天一晚上就把他的河東填成平地。哥，這噪音太大了，我瓜子都聽不見響了，咱們要不回去吃？再等等，聖母的返場 CD 快轉好了。你們這些目無法紀的狂徒，都給我停下！你們這是幹什麼？這裡是青雲宗清修之地，豈容你們如此放肆！這位師姐，麻煩你退到紅線外面去，別影響我們打地基，砸到你，我們可不賠。放肆！我是掌門首徒，你們眼裡還有沒有青雲宗的門規？門規管不到楚家的私人領地，這是地契，你認不認字？楚凡，你到底想把葉師弟逼到什麼地步？殺人不過頭點地，殺人犯法，我可是個遵紀守法的生意人。我花錢買地搞基建，這叫拉動地方經濟。強詞奪理，你就是想折磨他。我今天就算拼了這條命，也不能讓你們在此地動土。大錘，給他念。干擾楚家施工賠償價目表：第1條，拔劍威脅工人，罰金200靈石；第2條，阻礙打中基作業一炷香，用工費500靈石；第3條，破壞陣法材料原價10倍賠償。蘇師姐，你這把劍要是劈下去，你10年不吃不喝都還不清。蘇清雪，收起你那套不值錢的善良。你要是真關心他，你替他出錢買下這塊地啊！你簡直是個惡魔！沒錢就閉嘴，大錘，接着砸！今天天亮前，我要看到這柴屋被高牆圍死。兄弟們，開工！哥，我要不要加蓋個頂？不用，留個口讓它淋雨，這叫保留原生態。溫室裡的花朵經不起風吹雨打。咱們這是在幫他磨礪心境。他跑了，這又真塞牙。回去睡覺，明早來看看施工進度。
別翻了，那幾條簡陋定律我早背下来了。叶晨那邊的電鑽停了嗎？回少爺，剛停。那小子在屋裡憋了半個時辰，這會兒正翻牆往山下走。喬裝打扮了嗎？是不是披個黑斗篷，走路還故意縮着肩膀？少爺神机妙算，他連臉都抹黑了，生怕別人認出來。哥，我不是說要了，那個廚子做的肉太柴，咬得我牙疼。正好，今天帶你去城裡幹大事。買肉吗？我要買上次那種長毛兔，還有咱家那口锅，上次炸服的时候裂了，得买口沉一點的。买最貴的。今天拍賣會上正好有一塊萬年黑鐵，打成泰迪鍋肯定沉。少爺，咱們真要去拍賣會跟他搶？那小子兜裡總共就3塊下品灵石。你不懂，廢材流主角下山，只有2個目的地，要麼去退婚，要麼去撿漏。葉晨現在丹田碎，退婚還沒到時候，他急需修復丹田的藥和上古功法。只要他看上的，不管多費，哪怕是一塊擦腳布，咱们也要议價買下來。全買了，那得花不少錢。錢能解決的問題，那叫投資。讓他拿到外掛反殺我，那才叫虧本。明白了，我這就去金迷天寶閣。要把全場都包了嗎？包全場太招搖，包下最高層那個正對展台的貴賓席。楚大錘人呢？在外面候着呢。把他叫進來。少爺有什麼吩咐？帶200號人去天寶閣前後3條街設卡，凡是長得隱士高人或者落魄老頭的，一律不准進場。少爺，怎麼判斷是不是隱士高人？第一，穿破爛道袍、鬍子邋遢，還喜歡閉着眼睛裝瞎的，全部給我請去喝茶。第二，凡是隨手拿出一堆極品丹藥要寄賣的神秘人，直接扣下查身份。第三，看到有地攤上擺着黑不溜秋破鐵片、斷劍殘譜的，全給我買下來拿去煉鋼。要是他們不配合怎麼辦？按天雲城城建管理條例處理，告訴他們楚家在搞施工整頓活動，敢反抗的，直接拿鐵錘講道理。明白，保證一隻蒼蠅都飛不進拍賣會。少爺這是怕有人暗中給他送錢？防患於未然。主角出門逛個街都能從路邊攤撿到老爺爺，我不把所有的老頭都清場，這覺睡不踏實。哥，這麼多人，他們都來買鍋嗎？不，他們是來看有錢人怎麼浪費錢的。這席位高度還行，就是1樓人太多，味兒重。哥，你看這個穿黑斗篷的，他是不是太冷了，一直在抖？那是激動的，他肯定覺得自己今天能中頭彩。少爺，人找到了，1樓左側第3排，那個縮在斗篷裡的就是葉晨。第一件万年枯靈草，雖然靈氣散盡，但對於修復經脈有奇效。起拍價10塊下品靈石。就是他，老家伙說這草裡藏着一絲先天紫氣，只要拿下它，我的丹田就有救了。11塊。祝福。100塊。110塊。500塊。那是我的！你瘋了嗎？這只是一株枯草。楚服，去把東西拿過來。
楚凡，你根本不需要这东西，你故意针对我。针对你？你想多了。我只是最近看咱家后院那头灵猪有点营養不良。拿去餵豬，记得切碎掉。你暴殄天物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我只知道，这草进了猪肚子，比进你肚子更有价值。坐下，別耽誤別人買東西。或者你現在掏出501塊靈石，我讓人把豬肚子裡沒消化的那點挖出來賣你。下一件，古朴黑鐵片，疑似上古遺物，起拍價50靈石。200靈石，這本殘缺的劍譜我要了。楚大少爺，你不是錢多嗎？有種你接着跟。這劍譜可是上古遺跡裡挖出來的孤本。楚服，1000靈石，買下來。你上當了！這本劍譜全是錯漏，經脈逆行，根本不能修煉。楚凡，你這個只會砸錢的蠢貨，真以為別人看上的都是寶貝？拿上來，我看看有多錯。少爺，確實是本爛大街的廢書，上面還有蟲蛀的洞，紙張一碰就碎。爛書？我怎麼覺得這紙質不錯，挺適合生活。我花1000靈石看個煙花，葉晨，你覺得值嗎？你簡直是個瘋子！繼續，拍賣時下一件，古藥鼎殘骸，底座缺失，鼎身有裂紋，起拍價，我就不信你連這種廢鐵也要。買下來，楚服，叫人搬把大錘來，當場砸成鐵水。起拍價50靈石，100。2000，買下來。小小，這顆蛋晚上給你煎荷包蛋。哥，我要加蔥花和醬油，還要多放點豬油。楚凡，你到底要幹什麼？這些破爛東西對你根本沒用。對我沒用，但只要你看過一眼，我就絕不允許它完整的留在屍上，要麼變成灰，要麼變成鐵水，要麼進我妹妹的肚子。你猜，下一件還能剩下什麼？楚服，記在腦子裡。少爺請吩咐，老奴聽着呢。廢柴劉男主看上的破爛，裡面大概率藏着上古大能的殘魂、絕世神功，或者不要去賭裡面到底有沒有。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容器連到裡面的東西一起揚成灰。諸位，接下來的這件是本次拍賣會的壓軸之寶，上古遺物古朴黑鐵片，此物水火不侵，刀劍難傷，起拍價50靈石。就是它，老家伙說裡面的功法能重塑丹田。500靈石，我出500。楚大少爺，這是我全部的家當，你不可能再跟我搶，你根本不知道這東西的真正價值。我是不知道。楚服，10萬下品靈石，這塊鐵楚家要了。10萬？你作弊！你哪來的這麼多現錢？你瘋了嗎？我沒有現錢，但這整座天寶閣底下的靈石礦脈有30%是我楚家的，我拿礦脈抵押，你拿什麼跟我拼？10萬靈石，這塊破鐵片我要了。楚服，拿去給我妹打個平底鍋，務必保留原汁原味的鐵鏽。少爺英明，老奴這就去辦。楚凡，你根本不懂鐵片的價值，你只是暴殄天物。但我懂，只要你想要的東西，砸爛了準沒錯。楚大錘，把後院的熔爐搬上來。少爺，這黑鐵水火不侵，一般的爐子化不開，那就加極品爆破符，1張化不開就加10張，10張不行就100張，給我炸開它！住手！住手啊！那是上古傳承，你這會毀了整個修仙界的瑰寶！大錘，動手，敲平它！哥，這鍋好沉。10萬靈石打的，能不沉嗎？以後就用它炒妖獸肉，肉肯定均勻。好嘞，
晚上我就拿它炒剛才那个不知名妖兽蛋。没了，全都没了。楚凡，我做鬼也！哎，这人死过去了，快抬出去，别脏了天宝阁的地板。楚服，清场。另外，派人盯着他。既然他这塊最大的机缘沒了，今晚他肯定要回去咬人。少爺放心，施工隊已經就位了。老家伙，你快出來！我的黑鐵片沒了！10萬靈石，他把10萬靈石當廢鐵打。徒兒，老夫這幾日休眠，外界究竟發生了何事？老夫的本源魂力為何流失如此之快？是那個畜生，他買走了能修補我丹田的鐵片，還當着我的面打成了平底鍋。糊塗！機緣天定，豈能被外物所奪？那黑鐵片沒了便沒了。沒了鐵片，我拿什麼修補丹田？拿什麼去迎3年之約？老家伙，你到底還有沒有別的辦法？莫慌，天無絕人之路。老夫當年遊歷天雲城，在這後山枯島絕壁之地，曾留下一壇萬年靈乳。只要你跳下去，尋得那壇靈乳，不僅能重塑丹田，還能直接脫胎換骨。後山懸崖，好，我今晚就去。不可莽撞，絕壁之下危機四伏，老夫需傳你一套探穴口訣，你且聽好。這口訣關係到你能不能避開絕壁底下的凶陣。怎麼回事？誰在外面？徒兒，這聲音，老夫的魂體受不住這種震盪。老家伙，你剛才說的口訣是什麼？我沒聽清。老夫說：“坤位左行，避開。”你說大聲點，左行然後怎麼走？老家伙，你出來！出來！你把話說完！都給我滾開！楚凡，你大半夜在這裡發什麼瘋？施工啊，這地皮我已經買下來了，想幾點動工就幾點動工。你這是蓄意報復！我要去執法長老那裡告你！去吧，順便幫我催催他，上個月的保護費他還沒交齊。幾點了？回少爺，子時3刻。大錘，把10個高頻噪音陣法和5個絕靈陣全部開到最大噪度，咱們天雲城的基建速度必須拿得出手。得嘞，各單位注意，大洞閘！老黑，老黑，你說話呀！你別裝死！外面到底在拿電鑽鑽什麼東西？楚服，你看，我就說這小子半夜不睡覺，喜歡對着空氣說話。少爺神機妙算，他這是在練什麼邪功？不是練功，這叫戒指藏老頭。這種廢材流男主身上絕對藏着個上古大能的殘魂，專門半夜給他開小灶補課。對付這種沒有實體的殘魂，用高頻噪音陣法最管用。這種高頻震動能直接干擾神識編動，也就是物理超度。不，這叫信號屏蔽。只要他那老爺爺連不上網，我看他拿什麼跟我鬥。少爺這一手可謂釜底抽薪。修仙靠的是什麼？是三班倒的建築隊。他半夜不睡覺跟戒指聊天，我不給他蓋10個高頻噪音陣法，都對不起天雲城的基建速度。少爺，絕靈陣已經完全抽乾了柴房周圍的靈氣，連隻蚊子飛進去都會被憋死。不夠，把地基往下挖30尺，用水泥澆灌，不能留一絲靈氣滲透的縫隙。那噪音陣法呢？24小時連軸轉，3班倒，絕不准停。明白，保證讓他連自己的心跳聲都聽不見。他不是能隱忍嗎？我看他能在這種環境裡忍幾天。
地方不留爺，老子自己去找机缘。哟，叶大天才，这大半夜的顶着我们的绝灵阵出去散步啊？小心点儿，后山路滑，别把你那脆弱的丹田又摔碎一次。燕雀安知洪都之志，尔等不过是卖身求荣的鹰犬。等我从后山回来，必让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之辈付出代价。少搁这咬文嚼字，你要出门赶紧走，別擋着我們鋪設3號靈力管路。就是，咱們可是拿加班費的，沒空聽你念經。記得別碰壞了地上的隔離帶，刮掉一塊漆，你10年都賠不起。主夫，他出门带绳子了吗？回少爷只带了一把破剑，連乾糧都沒拿。哥，他是不是餓傻了？大半夜去後山餵妖獸嗎？你看他跑得直顛，連個手電筒都不帶。他不傻，他這是去走流程了。主夫，記筆記。這叫跳崖不死定律。凡是走投無路的廢材，只要找個深不見底的懸崖跳下去，下面絕對沒有石頭。沒有石頭，那有什麼？只有絕世高人的洞府，萬年成精的靈藥，或者胸大無腦的絕色女修。而且懸崖崖壁上必定長滿可以緩衝的藤蔓，就算臉朝下着地，也絕不會破相。竟有如此不合常理之事！那咱們現在派人去崖頂把他攔下來，或者直接在半道上挖個坑把他埋了。攔？為什麼要攔？他既然想跳，咱們就給他墊個軟和點的底。哥，你要給他鋪墊子，那不是幫他嗎？我給他鋪的是工業防墜網。走，看看他選的是哪個懸崖。少爺，他去枯澤絕崖了，那裡可是出了名的死地，常年毒瘴彌漫，底下深不見底呀。越是死地，機緣越大。通知楚大錘，把枯澤絕壁底下的地皮買下來，把施工隊全部開過去。今晚我要崖底亮得連隻老鼠都無處遁形。少爺放心，小的這就去辦，一定把崖底的產權證明交到您手上。哥，咱們要去看他跳崖嗎？這戲是不是得熬夜看啊？熬夜傷身體，讓他先在懸崖上吹會兒冷風醞釀情緒。咱們去崖底一邊涮火鍋一邊等。網拉結實了嗎？少爺說了，連隻鳥都不能摔死。大管家把心放肚子裡，500個兄弟加班加點，用了整整10里長的3階金三絲，足足拉了10層攔截網。城中測過沒？剛才推了3塊千斤重的巨石下去，連根絲都沒斷。別說一個人，就是一頭6階鐵甲犀牛砸下來，也得在網上彈3下。好，楚吉龍那邊呢？漏水的活暫完沒有？馬上收尾。大管家，萬年靈乳的粘稠度太高，3號泵的轉子有點卡殼。加靈石，開最大功率。少爺吩咐了，今天一滴都不准剩，連池子底的泥都得刮乾淨。好嘞，二組往靈力槽裡壓極品靈石，把濾網撤了，直接硬抽。燕老，你不幫我，我自己尋出路。天不生我葉辰，萬古如長夜。楚凡，你仗勢欺人，斷我後路，毀我機緣。宗門欺我，同門辱我，就連老天都要絕我的路。你用幾個臭銅板買通了所有人，但我葉辰的骨頭是用鐵打的，絕不屈服。今日我若命絕於此，便化作厲鬼也要索你性命。若天不絕我，賜我絕世造化，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。台詞太老套了，連個標點符號都沒換，翻來覆去就這幾句詞，他背的不嫌煩，我聽的耳朵都起繭子了。哥，這玩意兒好甜啊，就是有點糊嗓子。比成都王記的糖人還要粘牙，要不我們帶回去做拔絲妖獸肉吧？別多吃，那是拿回去拌靈珠飼料的。靈節糖分太高，豬吃了長標快，你吃多了容易壞牙。
那我还是啃糖葫芦吧。哥，他怎么还在上面喊啊？这风这么大，他不冷吗？这叫前摇，大招释放前总得读个条，不然哪来的悲壮感？少爷，要不我让人在下面拿个大喇叭喊2句，催催他。不用，打断施法是不礼貌的。我们作为专业的反派，要给予猎物充足的表演时间。大锤，都退开点。所有人退到黄线以外，戴上安全帽，仰头看上面。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别亂動，弄壞了地裡的陣盤，你這輩子都賠不起。我的萬年靈乳，那是我的機緣。少廢話，少爺在那邊等你很久了。哥，這萬年靈乳抽回來澆花，花絕對會被齁死。要不我還是拿來涮火鍋吧。那當然，這就是個高級調味劑。小小，肉老了，趕緊吃。你暴殄天物，那是萬載難逢的造化，你拿來涮肉。我買下的東西拿來澆花還是涮肉，需要跟你報備。機緣本是天定，誰先發現就是誰的。看清楚了，枯澤絕壁方圓5里，包括這個洞，都是我們少爺的私人領地。葉晨，你在我家地盤上非法潛入，還想搶我的鍋底料？你們卑鄙！那是老掉牙的舊邏輯。在天雲城，誰的地氣先到，誰就是天。來人，把他綁在抽水機上聽響。門票買了嗎？就往私人領地裡闖。你已經奪走了葉師弟的玉佩，為何還要在此設下陷阱，將他逼上絕路？蘇師姐，別求他，他這種人根本沒有心。下一句是不是他只是個失去了修為的可憐人，你為何不肯放過他？或者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凡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你怎麼知道我要說什麼？因為這種沒腦子的聖母台詞，我這本冊子裡收錄了不下50句。楚服，蘇小姐，您這身白衫是北海冰南司做的吧？價值5000下品靈石，楚家上個月全額贊助的。您手裡這把湛藍劍，劍柄上的碧晨珠是少爺送的，價值3000。那是宗門發放的物資。宗門的物資全是我楚家掏錢給的。蘇清雪，你穿着我家的衣服，用着我家的劍，跑來指責我這個大東家。道義大於靈石，葉師弟的機緣是無價的。你有種就殺了我，在這裡炫耀財富算什麼本事？殺你，在這髒兮兮的山溝裡殺你，太沒儀式感了。蘇清雪，你既然想要正義，想要講道義，那我們就回青雲宗。你想幹什麼？去無望論道台，我要當着全宗門弟子的面，把這幾年的賬一筆一筆算清楚。哥，那個肉涮老了不好吃，我吃飽了。吃飽了就收工，鍋裡剩下的那點湯底給葉師兄留着吧，好歹是萬年靈乳。楚服，清場，把抽水機全運回城，我們去論道台。當着歷代祖師的訓誡，當着全宗門的面，你今日必須給葉師弟一個交代。要交代是吧？楚服，把咱們家的交代給蘇師姐看看。天雲曆35年，青雲宗大殿翻修，借款10萬靈石。天雲曆36年，內門弟子丹藥採購，借款8萬靈石。天雲曆37年，護宗大陣陣眼更換，借款15萬靈石。
截至上个月，青云宗连本带利共欠楚家734200下品灵石。73万？咱们宗门不是名门正派吗？怎么欠了这么多钱？你以为你每个月领的凝气丹是大风刮来的？那是人家楚大少掏的腰包。听见没？这论道台的地砖都是我家掏钱铺的，你们站的每一寸地方都姓楚。修仙界讲的是道心，是锄强扶弱，你休想用这些俗物来掩盖你逼迫叶师弟的罪行。好，苏姐姐，你刚才说我哥仗势欺人，那你现在脚上穿的云丝靴也是我哥上个月交的保护费买的，你走2步我看看，烧不烧脚？你慷他人之傲的时候满嘴仁义，我跟你算住费的时候，你最好别拿没钱装穷。楚服，念账本。今天他要是还不清这套白衣的钱，就让他扒了衣服抵债。苏清雪个人名下挂账：冰蚕丝法衫1件5000灵石，碧晨珠1颗3000灵石，日常修炼耗材每月800灵石，总计21000灵石。我没有抢，机缘本是天定，我是为了公道。天定的机缘为什么要在我的地皮上刷新？因为老天爷都知道，这宗门连修屋顶的钱都掏不起。你口口声声说他可怜，说我断他喉咙，你这么善良，怎么不把自己的月季让给他？怎么不把这身法衣当了给他买丹药？用着我的钱养着我的仇人，最后还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我，苏清雪，你要脸吗？少爷，汉子回报，叶晨狗急黄强，去天云城黑市用10年寿命换了个替死傀儡。替死傀儡，册子第72页的经典套路，杀了本体，借尸还魂，几年後換個地圖繼續裝。天真，要不要派人在黑市門口把他截殺？殺什麼殺？他既然想玩復活，我就直接端了他的復活點。第1分隊到齊，請少爺指示。今天不砍人，今天開啟因果律打擊防範課程。所有人都給我聽好，男主有替死傀儡，絕不能只殺本體。殺了他，因果線一斷，就再也找不到他背後的老巢了。少爺的意思是放長線釣大魚？錯，是連魚塘一塊炸了。遇到帶外掛的男主基本流程是什麼？大錘，你背一遍。報告少爺，活着來2刀，死了補2刀，心臟右邊補1刀，最後砍下頭分開埋。那他要是有替死傀儡呢？這說明書上沒寫。現在我給你們加上，遇到替死道具，先抽因果線，順藤摸瓜，找到復活點，直接澆鐵水封死。澆鐵水封死！楚機靈，黑市交易記錄拿到了吧？提取因果線。少爺放心，那黑市老闆收了咱們5000靈石，早就把葉晨留下的精血氣息刻畫下來了。開始掃描替死傀儡錨點。東南方，氣息在快速移動。停了。方位。天雲城郊外，黑風山舊址，距離30里。30里，這距離還挺會挑，剛好在天雲城的靈氣盲區。大錘，帶上家伙，通知重型陣法組，把咱們倉庫裡那幾台鐵水車全拉出來。遵命，少爺。那本體咱們還管不管？本體不過是個誘餌，端了老巢，他那個替死傀儡就是一堆廢木頭。出發。少爺，黑風山那是無主之地，咱們這麼大張旗鼓的過去開挖，
城主府那邊要是過問起來，給城主送1萬灵石，就說楚家要在黑風山搞地質勘探，幫天雲城排查地質災害隱患。少爺高見，這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。楚凡，挖深点儿。男主的老爺爺一般都喜歡睡在地下幾十米的墓穴裡。還有，都給我輕着點，別破壞城路牆，塌了還得算工傷。少爺放心，咱們這批鐵鍬是加了破甲陣紋的，挖坟絕對是專業對口。哥，这荒山野岭的蚊子也太毒了，我们干嘛非要自己來挖啊？這叫斬草除根的儀式感。你不把復活點親手挖出來，晚上睡覺能踏實嗎？少爺，挖掘進度很快，不過這片地皮是公家的，咱們這屬於違章動土。要是城主府的巡查衛過來，罰款多少？城主府的規矩，私自破壞山林，按面積算罰款500靈石，給他5000。讓城主府的人這2天別往黑風山轉悠，剩下的當封口費。全都是按您的要求，把廢棄靈氣熔了，熬出來的特種鐵水。明白。另外，4輛鐵水車已經就位了，溫度夠把岩漿都凍住。很好，等會兒只要看到棺材板，直接拉管子交進去，別磨嘰。少爺，挖到了，下面有塊青銅板，上面刻着碧水陣紋。碧水，那說明裡面乾燥，正好放火。少爺，這板子上有禁制，硬砸恐怕會觸發自毀，要不要請機靈過來解陣？解什麼陣？我們是來拆家的，不是來考古的。楚大錘，把那條因果線給我理直了。拉直了。放在青銅板的銅環上，打個死結，然後讓上面的人拉網，準備接管這個復活點。楚凡，你權勢滔天又如何？只要我熬過今晚，3年之約上了擂台，我必取你狗命！有這替死傀儡在，加上炎尊者的秘法，我至少有2條命。楚凡，你再怎麼算計，也算不到這因果法則的玄妙。师尊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之前的噪音陣法的後遺症？真逗，有人在敲老夫的木門。木門？师尊，您的陵寝不是在天元城郊外的黑風山地下嗎？那裡有上古隱匿陣法護持，誰能找得到？老夫怎麼知道？那錘子砸在青銅門上的動靜，順着因果線直接震進了老夫的靈體裡。他們不僅找到了，他們還在拿鐵鍬撬老夫的銅柱牆。徒兒，外面那個姓楚的，順着你那替死傀儡的因果線，帶人去刨為師的祖墳了。怎麼可能？因果線是虛無縹緲的規則，他怎麼可能鎖定實體？這群瘋子根本不講規則，他們不用陣法破拆，他們在用鐵鍬撬老夫的重重牆。少爺，裡面是個空棺材，放着一具傀儡骨架，因果線就連在骨架上。這就是他的復活備用機。楚服在，鐵出車開過來。到，把整個骨穴給我填平。烫！鐵水！他們在往老夫的墓裡澆鐵水！師尊，您撐住，只要撐過今天，我上了擂台就能翻盤，我一定幫您重塑肉身。翻盤？老夫連灰都不上了，拿什麼翻盤？徒兒，外面那個姓楚的已經順着替死傀儡的因果線，在挖掘進去刨為師的祖墳了。這師徒緣分，咱們就走到這兒吧。師尊，你不能丟下我！老夫要命！
復活，在我面前玩復活，我不把你的复活点用水泥封死，我就不配当反派。少爷，这铁坨子要不要再砸2锤？不用了，温度降下来比玄冰还硬，他老人家在里面睡得肯定很安详。收工回城。少爷，明天就是青云宗的3年之约了，去库房把那几份文书找出来，明天咱们去收账。3年之约已到，楚大少，你敢不敢出来受死？怎么，堂堂天云城第1大少，今天要做缩头乌龟吗？让一让，别挡着！来了，楚家的车队进山门了！快数数，今天拉了多少箱灵石？前头那10辆全是大车，少说也有50箱。楚大少出巡，排场那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。听说那轿子顶上镶的全是拳头大的夜明珠，今天可算开眼了。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走狗，等我斩了那个纨绔，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！楚福，这青石板路太颠了，明天叫工程队来重铺一下。少爷，这可是青云宗主峰的山道。主峰怎么了？钱不到位，山头我都给他铲平。今天几号了？回少爷，初8，该结上个月的账了。我刚才在路上还盘算，这青云宗上个月借的修缮费利息是不是该往上翻1成了？少爷放心，老奴昨晚就算好了，连本带利1分都不会少。姓楚的，你给我滚上来！这黑曜石擂台，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叫唤什么？这擂台隔音效果也太差了。楚少爷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让管家跑一趟就是了。王掌门，今天这事儿可不小，我怕楚服一个人镇不住场子。哎呦，少爷这叫什么话？有老夫在，谁敢在青云宗对您不敬？掌门，这生死台的规矩可是开派祖师定下的，上了台生死由命，今天谁也护不住他。叶晨啊，你先闭嘴，少爷有正事要办。正事？生死决斗当前，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？你们青云宗难道连老祖宗的规矩都不顾了吗？王掌门，您先看看这份账单。上个月护宗大阵的灵石消耗清单超支了2000块下品灵石。楚大管家，上个月后山闹妖兽，大阵开得久了些，您多担待。多担待，2000块灵石不是钱。大锤，这笔账算在谁头上？按规矩，这钱得从青云宗弟子下个月的火活费里扣。扣火活费？那我们吃什么？都怪台上那个废物！要不是他非要下什么战书，少爷怎么会亲自来查账？就是自己丹田废了，还要连累我们下来。你们被资本蒙蔽了双眼。等我证明了自己，你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骄。规矩，哼，我最喜欢讲规矩了。既然讲规矩，那就拔剑上来受死！楚服，把东西拿出来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今天断恩生死台上，我必取你狗命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別喊了，看看這是什麼？青雲宗山門地契，主峰開採權，連帶這塊黑曜石擂台的產權。你胡說什麼？這可是修仙宗門，不是你的商鋪。修仙不需要吃飯，不需要發月資，不需要買飛劍。王掌門，給他解釋解釋。葉晨，宗門已經將全部資產抵押給楚家了，現在這擂台是楚少爺的私有財產。祖師爺定下的規矩，難道就憑他幾個臭錢就能廢了？修仙界也是要講人情世故的，你3年沒交過1分錢月例，還敢踩壞楚少爺的黑法師地盤？聽清楚了嗎？今天是一場生死對決，你因為左腳先踏上擂台被開除了。開除？我是青雲宗內門弟子，你憑什麼開除我？葉晨，楚老闆說了，修仙界不是打打殺殺，是人情世故。你的人情沒交費，宗門真的留不住你呀。楚大錘，少爺我說了，讓他滾。放開我！楚凡，你不得好死！你違背天道！天道要是敢欠我的錢，
我连天道的祖墳一起刨。亡命由我不由天，30年！闭嘴吧你！少爷的擂台也是你配站的。王掌门，这擂台的黑曜石反光太刺眼，明天找人铺上红毯，费用从你们下个月的赞助里扣。是，少爷说的对，红毯喜庆，明儿一早就铺。楚服，收拾东西。少爷，咱们回天云城吗？不回。听说隔壁烈火宗出了个被退婚的天才，刚刚还在大殿上喊什么30年河东。少爷的意思是，去查查烈火宗的账本。我最喜欢看天才还柴的样子了。